今天我们又做一个简单的开始。在这个开始里面，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下这个吃素的功德和吃荤的一些果实。这个本来就是有一本书，这个小册子。我们这小册子也不从头到尾讲，这里面我们挑选几个问题，这样讲。本来这里面说这个里面说吃素吃荤，这个问题呢，在这个佛教怎么看？怎么看这个呢？小乘佛教就是南传佛教他们认为这个三斤肉可以吃除了三斤肉以外就不能吃这是他们的观点现在也就是那个泰国呀那些地方的那些小乘佛教僧众他们的观点就到现在都是这样。以前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在小乘的这个戒律里面就是这样讲的。他们认为如果不吃肉的话不吃所有肉的话这就是这个提婆达多的仪表。提婆达多就是他为了反对释迦牟尼佛嘛，就是他建立了5个这个特殊的他自己的制度。那个制度里面他就是说一律不能吃肉。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开许可以吃3斤肉但是吃肉就是对众生有这个伤害，所以就所有的肉都不能吃，这是他的这个五种制度里面其中之一所以现在的那些小乘他们都认为如果除了这个3斤肉以外的肉也不能吃的话，那这就是这个提婆达多的仪表。所以他们认为这个3斤肉可以吃不是3斤肉不清净的肉就不可以吃他们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他们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小乘的这个戒律小乘的戒律里面就是这样讲的，讲得很清楚然后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个汉传佛教就是很早梁武帝嘛，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就广泛的吃素，僧众都这个吃素到现在多多少少还是相对来说吃素的人就是比较多比较多这就是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的根据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楞伽经还有这个涅槃经等等这2个是主要的2个这个经典，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他们的根据就是这些经典，他们就是根据这些经典根据这些经典的这个要求去做这就是大乘佛教，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密意精神就是这样的那藏传佛教里面呢，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藏传佛教是可以允许吃肉的他们都认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学密的人是可以吃肉的，他们是这样认为很多人现在这个就学宪宗的一些包括这个出家人还有很多在家人国内外都有这样的，他们的这样有一个普遍性的这个看法就是密宗学密就是吃肉的，他们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他们也没有看到密宗里面说可以吃肉，但是他们觉得密宗就是最欣赏的地方就是西藏，你看西藏的那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他们都是吃肉的，所以这是密宗里面是允许的他们是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那个后面我们要讲密宗它要分这个早仪和后仪，也就是说前仪和后仪。前仪就是尼玛巴后仪呢就格鲁巴呀呱吉巴萨迦巴，他们这所有的叫做除了尼玛巴以外的那些西藏的那些所有的密法叫做后仪那后仪的这个经典这个虚部就是密宗的经典叫做虚部
后羿的这个虚部呀，它虽然有很多虚部，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十轮金刚。十轮金刚是这个后羿的那些经典里面的虚部里面的最重要最关键。那它这个里面怎么讲？它这个十轮金刚的虚部和它的结实这两个里面的这个讲的非常清楚，它不允许吃肉的，不允许吃肉，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前一，也就是说尼玛法最高的法就是大圆满法啊。大圆满法里面怎么讲的呢？它也就是不允许吃肉，它也不允许吃肉。所以凡是大乘佛教，他们都反对吃肉，他们都反对吃，无论是显宗也好，密宗也好，都反对吃肉，都不允许的。那密宗里面回供的时候要吃那个有肉有酒，这是什么呢？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跟平常我们吃肉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是两回事。这个就是我们下面再分析这个问题那这个大乘佛教，凡是大乘佛教，他都反对这个吃肉密宗显宗都是这样。那西藏的那些修行人，他为什么要吃肉呢？他不是他的经典里面开虚了所以吃，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什么呢？因为西藏原来我们都知道，也不像现在，原来就特别是封闭的，然后它高原上了，它那个很多地方都不长什么这个蔬菜西藏也有，因为那个地盘很广，有些地方那个种大米都可以种，也有这样的地方，但是大多数的地方都那个不长什么其他的这些蔬菜然后呢就是原来嘛交通也不方便，就跟外面的那些接触也相当少特别是在牧区嘛，如果他们不吃肉的话，那就是只有吃糌粑，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然后以前就是在牧区糌粑也很少，非常的少就农区里面呢就是糌粑也比较多，但是那个牧区因为它原来那个交通不方便，所以它不能给这个汉地或者是其他地方这个来往，而且在西藏的这个内部相互之间的那些来往也是很少的，所以在很多这些牧区，他不吃肉的话，就是他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吃，所以就是他那个没有做到那个经典里面呢，他是严格的要求吃素，但是他没有做不到，没有办法所以就是这样，就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不对的。不对的这个不符合这个显宗和密宗大乘佛教的教义，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就很多人都是大多数70%、80%都是这个吃肉的但是西藏的那些修行人里面也不是所有都是这个吃荤的比如说那个写那个大鹏战持那个大圆满，那个扎克苏这个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者还有就是这个兴隆的那个巴马等等，他也是已经成就了宏深的大成就者，他不是一般的成就者他不是一个现在所谓的成就者，不是这样的，他是真正的就那个往生了以后尸体都没有留下来，就是这样成就的人。他们都是这个他们也是早期是吃肉的，后来以后呢他们就发誓不吃肉还不是这两个人，还很多都是这样。还有那个华住仁波切的上师，就是那个智悲光尊者的弟子那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成就者，他也是就发誓吃素。还有这个法王的上师图嘎仁波切，我们都知道图嘎如意宝，他也是发誓这个吃素的，很多都是那些高僧大的都是这样。所以西藏那个里面呢，有些人吃肉嘛，但是他这个不代表所有的人吃肉，他这个也不代表这个人的仪表，不代表这个经书经典经书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大乘的经书和这个虚部里面不是这样讲的但是他们做不到，没有办法这个以前就是这样，我们能够理解以前就是在牧区很多都是这样，在家人的就是在那个锅罗那一带跟那个刚才我们讲的
他不但是跟给汉地啊，给那个其他地方来往，而且它里面的就是比如说郭罗那个地方的牧区和它的那个龙区啊，它在这个之间就有100多公里左右。那它以前就是要托运的话，也没有那个托运的运输的工具，所以它要走那么远的话，这个很难做到。而且它那个以前这个它不但是没有运输的工具，而且那个很不安全的，要走那么远的话，就是很难说这个安全的回来。所以就是它很多地方都不吃肉的话，就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然后他们做不到，没有办法，以后呢就吃了以后呢就没有改变，就慢慢就到今天就是这样的啊。这些就是不能代表这个藏传佛教，也不能代表这个西藏的那些僧团，他们里面呢也很多都是吃素的，所以我们就这个不好的地方不能学啊。现在就是去了无名佛学院以后呢，以前呢就是86年的时候上次去炒五台山，回来以后呢那个有一些五台山的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韩僧刚刚进藏的时候，第一批进去的时候有19个人，在峨眉山下那个报国寺，在那个地方大家集中了以后呢在那个地方就大家集中报道，有19个人在他们没有出去之前都是吃素，所有人都是吃素，这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吃肉的。然后慢慢走到了这个塔公的时候呢开始有几个人就开始吃肉了但是其他人还是坚持不吃。然后到了学院以后呢，就过一段时间，过1、2、3个、3、4个月以后，通通都吃肉，现在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就是居士进去了以后呢，就也很多都是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吃素。到了那边以后呢，你们也知道，原来有一些大型的法会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牛肉粥嘛，那粥里面就有牛肉，那大家都要去吃。还有就带一些迷信色彩的这人，然后这个是有价值的，僧众都在吃，他们认为这个法王也肯定在吃，我们应该可以吃，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样吃了以后呢，就居士也就原来很多都吃素，后来就不吃了。回来以后呢，就大家都这个是学密的人嘛，是理所当然的，是这个肯定要吃，大家都是这样。后来又就是有一些韩僧出来，到外面去就披一个袈裟，然后他们自称是这个学密的回宫的时候就是买很多酒，然后就是牛肉呀，就是就买10几斤牛肉然后就是牛肉就一块一块，就几个那个盘就回宫就念一个仪轨，然后完了以后呢就吃肉喝酒，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是回宫。很多这个不懂的那些居士，他们也认为回宫的时候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这是甘露嘛，所以这个吃肉呀也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人这样认为，然后那个也很多这些出家人也就是这样教育这个是甘露，你吃没问题。这些，所以就说这些，因为有了这样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吃素，现在就去佛学院的那些佛学院的弟子里面呢，就是吃素的人就开始越来越少，不是藏地就是在汉地也就越来越少人家学仙宗的就是吃素了人家还是坚持吃素但很多人都就是瞧不起他们你们仙宗嘛，不是学密的，我学密的人就是吃了没有问题的是这样说，这些不对，这些都是不对的一些，我们要改变这些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需要拉一个这个根据有证有据才能够改变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个根据，就是要从证据呢，就是要从讲这个3个方面的一个是小乘的，第二个是大乘的这个仙宗，第3个是密宗这3个方面来讲他们怎么看这个吃肉这小乘的这个戒律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有一个在家的这个他是一个军官
是一个军官。那个在家人他没有征务之前在他手下有很多猎人呢，那些猎人去打猎了以后呢，就给他供养很多那些肉，然后那个人就只有吃肉。后来呢，就给释迦牟尼佛给他传法了以后呢，他就征务了，他就是那个小乘的这个间道，他就得了这个间道，他真正的开悟了以后，他就再也不吃了，他手下的那些人还是打猎，这个肉就供养他，然后那个供养的时候他自己不吃呀，那些和尚那些出家人来化缘的时候，他就供养他们，出家人就拉回去吃。然后那些外道就开始诽谤了，外道就是说在家人那个军官都不吃肉，那些释迦牟尼佛的那弟子都去吃肉，他就说这个太不像话，然后就这个话呀就传到释迦牟尼佛那儿去了，然后有些比丘也就问释迦牟尼佛现在我们吃肉就是外面就是有这样的议论这个应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就释迦牟尼佛开始这个制定了一个制度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制止所有的那些肉，而是说三斤肉这个三清净肉就可以吃，除了三清净肉以外一律都这个不能吃那三斤肉里面呢也有些这个有些特殊，比如说这个蛇呀，还有马呀，还有那个黄牛这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呢，在印度就他们认为这个马狗还有那些蛇还有那个黄牛这些肉，他们认为这些都非常不干净的，是跟人肉和一样的，他们就是当时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这些不吃。然后释迦牟尼佛也说这些呢在家人也不吃，所以这个在清净也好三净也好这个不能吃平时这个在家人吃的那些肉当中呢三净肉可以吃不是三清净肉就不能是这样制定的。后来刚才我们讲的一样，这个南传佛教到现在是这样的，到现在都是这样，他们还是这个坚持吃这个三净肉，不吃其他的肉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他们觉得这个不吃所有的肉都不吃的话，这种观点是这个提婆达多的观点，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光是学小乘的法不学其他法的话，那当初就是这样，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不违背这个佛的佛说的那个教义，不违背。但是后来不是这样，这个小乘的那个里面呢就是这样讲的，三净肉我们都很清楚比如说那个市场上的肉呢，它虽然是就为了提供这个吃肉的人，但是它没有这个专门为我杀三净肉。什么叫三净？三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个是为我而杀的第二就是我也没有亲耳听我相信的人就告诉，比如说我们相信的人就告诉你这个是就为了你杀的。如果这样听到的话，这就不清净；如果没有这样听到的话，这就是清净。然后就是自己怀疑这个有可能是为了我杀的比如说到其别的家里去做客藏族呢他要这个杀绵羊等等等等的，汉族他就是要鸡兔鱼等等的就是为了这个客人，就专门为这个客人就杀了如果不是这种的话，就是清净肉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清净的肉，不清净的肉不能吃，清净的肉就是可以吃。在小乘里面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现在我们讲的就是第二个，我们在今天这里要强调的就是第二个，不是第一个大乘里面呢就说这样的三清净肉也不能吃，他说三清净肉也不能吃其他的肉不要说，三清净肉也不能吃。不但是三清净肉不能吃，而且比如说有些众生呢比如说牛呀这些牛呀羊这些就是生病死的呀或者是就不是
故意就是为了肉杀的那些他自己生病呀或者其他的那些原因式的那种这个牛呀羊啊等等的，那个肉呀就是根本跟肉食是没有关系，不是他为了肉食，不是他为了吃那个而杀的，但是那个肉也不能吃。反正他那个大乘佛教的意思是什么呢？他通通都不能吃，凡是肉都不能吃。你就是专门为了你杀的，那个小乘里面早就说过了，这个肯定不能吃啊。但是市场上的肉你也不能吃啊，他自己生病去世的那些肉也不能吃。那什么肉可以吃呢？什么肉都不可以吃啊。大乘佛教的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大乘佛教哪一个里面这样讲的呢？就是这个楞伽经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涅槃经，这两个就是最重要。还有其他一些经典里面也有这个记载，但这两个里面讲的最清楚最广是这两个啊。在这两部经的里面呢，也就是只有光讲的就是这个楞伽经。楞伽经里面他讲了很多原因，但是我们不讲，这所有的我们不讲，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佛就是告诉弟子们啊，不能吃肉。为什么不能吃肉呢？他说，因为所有的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啊，彼此做过啊父母呀等等的。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啊吃一个牛肉也好，鱼肉也好，众生的肉，那这个肉肯定是以前是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这个100%做过我们的这个父亲和母亲父母。那这样今天吃这个肉，那就是等于就是吃这个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子女他们的肉。所以这个是从不要说出世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的话呀，也很不对。所以这个不能吃肉，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是吃肉的人，那些动物看到了这个人的时候呢，因为动物我们也知道，很多动物都是他们的这个器官呢是非常敏感，比人类的这个器官敏感的多，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所以他们知道这是吃肉的人，他们也闻得出来，这个吃肉的人的味道跟吃素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人是吃肉的，他这个味道里面闻得出来。那这个人就是接近那些生命的时候呢，那些特别是这些小生命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非常怕，非常恐惧。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就亲口说的，这些生命很多生命都是要吓得要命，就是要昏过去的昏倒的。就是比如说他这里面讲罗刹，我们都知道以前是在现在斯里兰卡没有罗刹，但是佛住世的时候呢，斯里兰卡就是有罗刹。罗刹什么呢？跟夜叉差不多，就是吃人的一种非人吃人肉的一种非人。那个人就看到那个罗刹的时候呢，就吓得要命，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吃我们嘛，所以非常害怕。同样的那些生命就看到了那个吃肉的人的时候，就非常的害怕要昏过去，就是昏倒的，就是要害怕到这种程度所以修慈悲心的人，就是为了慈悲这些众生这些生命，也不能吃肉。刚前面讲的呢是不是考虑其他众生，就是说因为这是我们的父母的肉，我们不应该吃吧，这就是这个道理。后面的呢就是自称是菩萨，受菩萨戒修这个慈悲心的这种人的话，那就肯定不能吃肉。为什么呢？你是修慈悲心，那你修慈悲心的话，吃肉对很多生命都是有这样的痛苦，会给他们带来这样的伤害痛苦，所以这个不能吃肉，这是一个道理这也是一个道理这是从这个利益其他的这个众生的角度其他众生的角度讲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是
这个呢就是利他和利自己这两个角度讲。吃肉的人他在转世的时候呢，他就是变成，如果他要堕这个恶趣的话，他100%就是要做一个肉食动物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这一是现在我们对这个肉食大家都非常的这个细化，放不下在心里面呢，就是在阿赖耶识上面就播下一个很厚很浓厚的一个习气在换一个身体的时候呢，你身体换了，但是这个习气还是存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那个时候呢，它就是会成熟的。成熟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看得清楚，就比如说有些鱼或者其他的这些生命，它生下来了以后呢，几个小时以后就它谁都不用给它叫，它自己去这个扑其他的那些小鱼等等的，它去杀这些就吃。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前是吃肉的然后他现在就是做了这样的这个出生的时候呢他也不懂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他再说他以前的那个习气很浓厚，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他肯定要去这个杀生的，这个没有什么说这一点呢，就是最怕就是这个其他的也怕，但是最怕的是这个为什么那么怕呢现在我们也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修行人那好，大家都是修行人，那我们修到什么程度了都要观察一下，往里观察一下。现在我们已经证悟到，已经修到什么层次了这个佛教里面呢讲了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悟道师地那悟道师地，我们现在是什么道什么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佛教的仙宗和密宗两个里面都这么讲这个加行道和资粮道这两个都是凡夫的道，虽然是凡夫，他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修加行道的那种人呢他如果修密的话，就是犯那个密乘戒的话，修仙宗的话就是修那个犯这个菩萨戒的话资粮道它有这个下中上，它有这个其中有它有这个3种分别不要说这个下和中上资粮道的，修上资粮道的，他也有可能要去做出生。为什么呢？他有可能犯这个根本戒，菩萨的根本戒有可能犯。如果犯的话，那就是因果不虚，他肯定是要堕这个地狱也好，这个恶鬼也好畜生也好，这个他肯定要堕的。那如果堕这个恶鬼道，或者是这个堕那个畜生帮生的话，那就那个时候他要吃什么呢？他肯定就是要吃肉的肉食那这样肉食成为一个肉食动物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很清楚，他们每天吃多少个生命这是资粮道。然后就是加行道就是在凡夫的那个道里面呢说的，就是应该是很好的，非常不错的从密宗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加行道是什么样的呢？他这个神奇次第就是观想本尊，就是修得非常清楚。然后就是他不但是心里能够观想，而且他眼睛都可以看得这个本尊的像他都看得出来，愤怒本尊也好，寂静本尊也好，他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修到神奇次第，修到这种程度。然后这个那个圆满次第七脉明点全部都通了，已经通了就是修到这种程度。然后真悟空性的方面说呢，真悟的非常这个大光明他虽然还没有这个显量的真悟，也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得到这个一谛嘛，没有得到见道，但是他真悟的相当不错，加行道的时候，但是他还有可能这个堕落，有可能这经书上讲的清清楚楚，他还有可能堕落堕到什么地方呢？地狱也好，帮生也好
恶鬼也好，都有可能。他什么样的情况下多？他如果犯迷尘戒犯迷尘的根本戒，然后这个不忏悔的话，就是要堕这个恶鬼道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里刚才我们就讲了，我们就是包括我，就是你们全部现在是资粮道还是加行道还是什么是根本没有入门的那根本没有入门的话，我们还要就是以后就是要做成千上万的畜生，这个是没有说的。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要做这个成千上万的畜生。做畜生的时候肯定是肉食的畜生这个没有说，已经定了。因为为什么？现在是人有这个选择的能力有取舍的能力，我们也明知道这个肉食不好如果不吃的话，也有条件，在汉地特别是有条件，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不取舍，还是不管去吃肉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呀，就是做畜生的时候，第一，它就是除了肉食动物呢，它这个其他的这些水果也好呀，其他的那些人吃的那些再好的东西，他都不愿意吃，所以他就没有除了肉以外，他没有东西吃。第一个，第二个，他不知道吃肉的果实，第三个，他没有这个抉择的能力，所以那个时候他吃肉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他肯定要吃肉的，对现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不愿意吃素，不愿意这个取舍，不愿意取舍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吃肉就是很正常那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我们还不是那个加行道，不是资粮道的话，那是在门外什么是加行道资粮道呢？加行道我们不讲，资粮道就是最低的，它的第一步，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它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无造作性的菩提心，不造作的菩提心一心一意想利益众生，为了众生成佛，有这样的决心，以后才是这个不造作的这个菩提心。自从有了不造作菩提心以后呢，我们才是加行道的加行道的第一步。比如说要走100个步的话，那我们就是走了一步。加行道有100个步，那这个加行道里面我们才走了一步。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菩提心？有没有这样的不造作的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话，那就谈不上其他的这个还没有入门，我们还是在外面，在门外，还没有入这个大乘的这个佛门，大乘佛教的门外。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就是反复的这种人呢，就刚才我们讲了，他要经过多少个这个畜生，多少个地狱，多地狱都有可能，畜生是这根本不用说了，肯定要做成千上万个畜生帮生，这个没有什么说的。那做这个畜生的时候这佛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佛告诉我们吃肉的人下意识他就这个变成狮子、老虎、豹子等等这些这个肉食动物，他就变成这样的这个动物，这是佛说的我们用逻辑来推理的话，我们这个成立。为什么成立呢？你就是要转世，要到这个畜生里面去的话，那就是畜生他们的这个食品，他们的这个吃的东西就是有2种一个是肉食，一个草食。那个时候呢，我们肯定是会是那个肉食动物，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原来的习气这个习气是非常厉害的，有浓厚的习气，那个习气一出来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是肯定是会吃肉的，对。那如果吃肉的话，那是怎么样呢？吃肉的话，他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
他去这个杀害这些生命这个杀害这样的生命呢，这个叫做这个以贪心杀生俱生论里面讲了贪心杀生、嗔心杀生，贪嗔痴的嗔还有这个嗔心杀生，有这样三种杀生。那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贪心以贪心杀生的。贪心它就是这个他那个为了自己的生活，他如果不吃的话他就活不下去，所以他要吃那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很正常，这个他肯定要去杀然后就我们在那个动物世界呀这些里面都看得很清楚，一个生命呢，就是他24小时吃多少个生命，有些生命就是根本我前几天看了一个那个动物世界那个鲸，蓝鲸很大的那个鲸它是就目前世界上已经发现的那些动物里面是最大的，但是它吃的就是世界上最小的生命，就是鱼苗那最小的，它一个鲸就是这个一晚上就可以吃4吨那个鱼苗，4吨鱼苗，4吨鱼苗就是8000斤，就是现在我们每天放的菜是7000斤、5000斤左右，对。但是我们那个鱼苗就是一个泥鳅，就是它的体积就是等于是3个或者是4个鱼苗，对。那它一天会吃多少条生命？他吃了那么多这是他一天就是这样吃了那么多，都是杀生，每一条都有杀生的罪过，而且这个罪过是非常圆满的、非常完整的这样的这个罪过。他一生当中呢他一句佛号他不会念，他心里面的那个一个善念头都不会起，他一生的他活100岁，也就是这样那他的下意识是什么样的呢？佛就告诉我们，在戒律里面他讲这个生命它有4种，从光明走向光明的是一种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是一种，从黑暗走向黑暗的是一种，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是一种刚才那种这个动物它就是从黑暗走向黑暗的，如果我们就是经常这样吃肉的话，那我们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的如果我们有办法修密乘也好，修其他的话，你根本不用多这个出生有这个把握的话，那就是没有关系，是无所谓，你吃肉也好什么也好，你反正不做这个出生的话，那你也不可能变成肉食动物，这样的话是无所谓。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握有没有这个把握，要详细的去看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学佛的但是就这一点点的不愿意牺牲自己的话，那什么叫做学佛？什么叫做大乘佛法什么叫做取舍？所以我们的学佛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在自己不用任何这个牺牲跟我们的名义也好我们的这个财产也好，反正就各方方面面没有任何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去行善，这个不叫修法这个不叫修法比如说吃素的话有什么损失呢？就不能吃肉了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舍不得这样的话，那就是现在我们认为这是损失的话，以后有更大的损失在后面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现在我们有办法，在这个人世间有那么多水果有那么多蔬菜，有那么多粮食这么多的食品，就是不能填饱我们的肚子，还要去杀，还要去吃那些刚刚杀的那些生命的肉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根本不叫大乘的佛大乘的这个佛教徒当然是有些这个高僧大德也在吃有些人有这样，有些人会这样想比如说法王也在吃肉我们为什么不可能吃？有这种想法，但是法王跟我们可以比吗？
那如果是这个法王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有没有他们的那个修正有没有他们的那种能力？有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可以吃；没有的话，我们不可能逼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呀，他们就度化众生的方法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你也都看过那个普贤上师演讲，普贤上师演讲那里面那个那罗巴去找那个德罗巴的时候，德罗巴在干什么？德罗巴没有打坐，没有看书，他在就是吃鱼，他就是就烧一个很大的火，然后就他就旁边就搁一盘那个活鱼，那活鱼就抓一个活鱼，就再往那个火里面扔烧熟以后就吃。他就是在是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呀是人家是在度，不是在吃。我们就是吃，不是度，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其他人吃也好，不吃，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吃肉，他们都地狱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去他们吃素，他们这个往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利益。那就是每个人自作自受，自己做自己去受。你做得好，你守的也好；做不好，守的也不好。其他人跟我们是没有关系，其他人吃也好，不吃也好，反正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那个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能力的话，就跟其他人是不可以比比了也没有用。所以这是一个最可怕。我吃素的原因也就是这个以前讲了我在想这个，我现在就是一个反复，就质量道、加心道这些不要说，质量道的不是然后这样以后呢，我虽然不是质量道，什么都不是，没有修正，但是我很清楚，就看学了那么多，很清楚。那没有这个进入这样的人，以后是什么呢？以后的他是要去哪里？他就是要去六道轮回，哪里都要去，没有一个地方不去，哪里都要去，那就是要去做这个畜生呢。那做畜生的时候，就现在吃肉的话，当时肯定就要吃肉，这个没有什么说，这是肯定的那个时候吃肉的话，就是要去杀生了。那个时候不杀生，怎么得来那个肉呢？要杀生，杀生又怎么样呢？杀生了以后呢，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就一天吃那么多生命，然后他肯定就是下去以后再也上不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不吃肉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就有点损失，但是这是一个小损失，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损失。补身体呢我们有办法其他的营养来补就是仅仅是有口香，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很好解决当时我也是这样想，所以就不敢吃肉，不是不想吃肉，就是不敢吃肉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去。上次我们讲的都是很简单的法，为什么我专门给你们讲的这些简单的法你们都认为去年走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你们修加行明年来的时候要开始，你们肯定可能以为今年来的时候肯定要讲很高很深的法，不是，我认为这些法是最深的这些法就是最高的。我觉得从这些上面呢，就慢慢的做，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才有把握了脱生死，才有希望得解脱现在很多居士不是就你们就是经常去学院里面，就是多多少少还是懂一点，应该是好一点，但很多就是在外面的那些居士们都不懂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西藏出来的这个活佛也很多很多居士都认为这个西藏，因为那个他以前确实是有很多的那些高僧大德，所以是一个大家都认为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那个里面呢出来的穿红衣服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他都这么认为，实际上不是然后就是今天在那边关顶，大家跑到那边去，然后就明天这边关顶，就大家都跑到，然后就是这里面就是争论你的上师好不好，我的上师好，我的上师比你的上师高，你的上师没有我的上师好，等等，根本没有必要的争论去争这些问题
然后说你的传承怎么，我的传承怎么，居士们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然后那上师们出来了以后呢，有些人真正的灌顶有些人不是什么灌顶，反正真正的灌顶的也好，不灌顶的，真正灌顶的人也不讲密乘戒灌了顶以后肯定要，你灌了顶以后呢，就是有一个戒律譬如说现在就是这样，在汉地藏地也有这种看法，汉地有这种看法，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受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然后还俗的话，大家都认为这个很不好，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人今天去受菩萨戒，然后明天犯这个菩萨戒的话，大家都不觉得。然后就是密乘戒也是这样实际上不是，你犯一个密乘戒就是等于一个犯20、30个那个别解脱戒。别解脱戒毕竟是一个小乘的戒律，我不是说这个没有，不是说这个不重要，重要很重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小乘的话，这个戒律里面是有记载的犯一个这个菩萨戒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就是远远超出犯那个比丘戒和比丘尼戒的过失，比这个还大很多倍10几倍、20倍、30倍、1-2000倍都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习惯就是已经颠倒了，末法时代嘛，颠倒了。就刚才讲的佛讲了这个这是佛亲口说的，这个是一层一层的，别解脱戒不如这个菩萨戒，菩萨戒不如密乘戒什么不如呢？它功德也不如，然后这个过失罪过方面讲的话也是这犯出家戒，犯这个出家的根本戒，完完全全破戒的话，刚才讲了，大家都认为罪过非常了不起了不起就是这样的。但是密乘戒的话更了不起，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密乘戒在哪里，都不管，大家就做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就解决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大家就满足了，其他没有什么密乘戒也是这样，这个那个菩萨戒也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菩萨戒这个菩萨戒非常重要，这个一个比一个重要就是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这样说？现在我们如果这样吃肉这样的话，它虽然有很多的这个过失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以后我们要去做这个那个出生，那个时候是肉食动物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可怕那吃素的时候如果能够吃长素，终身吃素的话，那是最好吃素。如果终身不能吃素的话，那就是能坚持到多久就坚持1年就坚持，能坚持1年就坚持1年，能坚持3年就坚持3年就这样下去。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那最低是什么？最低是我们比如说1年第一个就是那个生边月1个月不吃肉然后就是这个农历的4月份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诞生日那1个月不吃肉，然后6月份就是转法轮的月，那1个月不吃肉，然后这个农历的9月份是释迦牟尼佛降天的那个农历的22号，藏历的22号是降天的节日那1个月这个不吃肉，连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那就是1个月有那个初10、15还有29、30这4天，1个月4天不吃肉，然后就是发愿发什么愿呢我现在就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吃长素，但是我现在就是在这个4天也好4个月也好，在这些里面呢，这些时间里面我不吃肉
祝愿我就是依靠这个功德，依靠这个四天也好，4个月也好，这个不吃肉的功德我生生世世不要再吃肉，要这样发愿要发誓，要发愿，要不然的话，这个大家都认为在当地也特别厉害，就很严重，大家都认为这个吃肉就是刚才讲的理所当然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他们都认为其实不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呢，就比再往远一点看的话，这个吃肉就比那一个都还厉害，就因为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这个什么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以后我们要做肉食动物，那个时候就是很残忍的所以不能吃肉所以不能吃肉。在你们汉地吃素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有那么多蔬菜有那么多营养。这个现在不要说学佛了不学佛的人里面呢，他们也在推广吃素。那我们为什么不推广？为什么不吃素呢？很多大学里面呢，也在现在就开始这个吃素了。国外很早就有那么多这个素食餐厅，现在国内也就开始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个时候呢，就本来这个汉传佛教就是有一个那个大乘佛教的一个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就必须要这个发那个要继承，这个很重要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主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去我们佛学院里面的僧人还有这个居士，很多都觉得这个吃肉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这方面要取舍，一定要取舍。怎么取舍呢？这个要看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吃长素就吃长素，不能的话那就1年2年3年，反正自己看现在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以前一样，就是这样，这个继续吃肉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错误，这个一定要改正在到了汉地以后呢，我们也是以前吃肉的时候，也到了汉地的时候就不想吃肉了。为什么？就有那么多蔬菜，就吃那些就够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吃肉如果说营养不够，有办法可以补养。所以就是你们以后这个要强调吃素，我们学佛就是一步一步的做，你就是不可能，因为现在我们就是一个反复嘛，就是一个反复就是你一天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比如说你今天就是一刹那或者是1-2个小时里面把整个嘉兴道或者是整个这个资粮道全部修完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但是我们就是要这样逐渐的走，是有办法的这是这个那里面讲的是还那个这是楞伽经里面讲。然后呢，这个涅槃经里面讲，涅槃经是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说的法，这叫做涅槃经。涅槃经里面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是从开始那个制定另外一条戒律。另外一条戒律是什么呢？他说原来这个小乘的那个转小乘的法轮的时候呢就除了那个对，那个三斤肉是可以吃的，是这样的。但是他说现在不是从现在起，无论是修大乘的也好，修小乘的法也好，肉一律不能吃。从此以后呢就是小乘的比丘也不允许吃肉，但是南传佛教现在还吃呢。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大乘的经典，所以他们不知道这大乘经典里面有什么样的戒律，他不知道，他就是只有这个小乘的那个经典。那小乘经典里面呢，刚才我们讲的也就是这样，他们缺少这个涅槃经，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为这个吃肉是正常的，吃三斤肉是正常的。
实际上当那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转第三法轮，也就是说没有说这个涅槃经之前他们的那个是准确的，是这样做的。但是自从这个说了涅槃经以后呢，不是这样。不要说大乘佛教，小乘也不能吃肉。那个时候就释迦牟尼佛就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小乘也不能吃肉。我们藏地的那个涅槃经和那个楞伽经两个都是从中文版里面翻译过去。你们看那个大藏经，现在大藏经的光盘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那里面去看嘛，那个楞伽经还有这个涅槃经，这两个经典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自从这个说了涅槃经以后大乘的小乘的都不能吃，大乘佛法和小乘修大乘的法修小乘法的都不能吃，一律都不能吃，什么肉都不能吃。然后有一点点开许这个什么开许呢？比如说生病医生叫你一定要吃肉，如果你不吃肉的话，那就是你要要死的话，那就是对众生对这个佛法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呢，就是没有人转法轮或者是没有人这个引导，这样对众生对这个佛教有很大的这个损失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是有点开许。一般的人这个开许也没有说这个开许，一般人就是意思就是根本不能吃我们做不到，如果做得到的话，那就这个遇到生命的危险也不能吃。实际上要求就是这样，要求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生病的话，那这个吃肉是不是当食品，不是当食物，就是当药，这样吃的。那些比丘是这样吃的，这个有点点开许，其余的都没有开许刚才我们讲了除了三斤肉以外的那个肉是在小乘里面也已经这个禁止了然后那个大乘里面呢3斤肉，还有就是除了3斤肉以外的所有的那些为了肉杀的那些动物的肉为了吃肉而杀的那些动物的肉，比如说这个市场上的肉，然后就是他们自己刚才我们讲了生病或者是大累反正这种种原因死的那些，他自然死的那些，这个肉也不能吃，凡是肉都不能吃。最后这个说那个涅槃经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们也问过，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弟子也问，那释迦牟尼佛这个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不是开许了吗？现在为什么这个不开许呢？佛就是说后来佛就是说我的戒律是像楼梯一样的，是一层一层楼梯一样的当时呢有些人就是他虽然是有善根，有机会进入佛门，有这个机会，但是他如果要求他不吃肉的话，他做不到这就是成为一个他这个修法的障碍。所以呢就是佛慈悲，然后就是给他们就允许吃3斤肉，然后就慢慢引他们，最后就所有的肉都不能吃这个这是佛他自己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大乘佛教里面是这样讲的，这是显宗最后呢是那个密宗密宗呢他怎么看的呢？密宗刚才我们讲了密宗里面说那个特别是这个释论金刚释论金刚里面说他释论金刚有一个解释，有一个颂词，有2个释论金刚的颂词里面说这个本来这个吃肉是很大的过失，特别是很多人吃一个动物的肉，这个罪过本来很大，但是相对来说呢不是那么大。一个人就是吃很多生命的很多生命的肉，很多众生的肉，这个罪过更大，那就现在这个火腿肠呀等等等等，这个午餐那个罐头
这些里面那些里面都有很多，不是一个动物的肉啊，那里面很多很多的动物的肉，有可能有几百个这个动物的肉都有可能，因为很多很多动物的肉就混合在一起的嘛。所以吃这个肉就非常罪过非常大。为什么？因为那里面都是很多众生的肉都在这个里面，那吃了以后呢，就吃很多生命的罪过都有啊。然后他里面讲凡是这个修法的人，修大乘法的人都不能吃所有的肉他也这样讲的，密乘里面也就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能以为密乘里面是开虚的，不是开虚的。然后就他说那个里面也讲了就是有一个疑问，那密宗里面如果不能吃肉的话呢这个酒呀肉呀这些不是密宗的密宗的这个食盐物，这叫做食盐物，不是要接受的吗？他是这样的，他说是接受，要接受，但是真正接受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接受呢？比如说今天普通的人就是有一种毒药，普通的人吃下去的话就是当下都要这个死掉，那种这个非常厉害的剧毒，非常厉害的毒。修行人吃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的手段，仅仅是他的修行的能力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他不但是他不死，而且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你的修行就到了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呀，酒呀肉呀或者是这个茶呀什么都是一样，无所谓的，对他来说是无所谓。那个时候呢，你喝也可以，不喝也可以，那时候你就不是没有什么这个要求，因为人家这个层次已经很高了，他再吃肉也对他没有什么这个影响不吃肉也没有什么影响。这些人是这个可以一般的人他说一般的人是不允许的那不允许的话呢，这个酒肉他怎么办呢？他这个食盐物是什么意思呢？食盐物是在那个密宗里面讲了，也会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这个是这个食盐物的肉呀酒呀，这样观想就可以，它不能真正的吃肉喝酒那回供的时候怎么做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我们也听到一些看到一些有些学院里面出来的那些有些韩僧就是打这个藏传佛教的牌子，然后就是回供的时候呢，想吃肉嘛，回供的时候就是去这个有100-200块钱买很多牛肉然后就回来还要买酒，买几瓶酒，然后回来以后就吃喝这个是不是回供呢？这根本不是回供。那回供的时候就是他回供的时候不是有酒吗？有肉，这个怎么做呢？如果这个我们从一点都不用拒绝的话，那就是会犯这个根本戒那个时候怎么做？肉就是密乘里面讲了，苍蝇的手知道吧？苍蝇对，苍蝇的手有多大？苍蝇的手也好，脚也好，就是很细很细的呢。对，就是就一根针一样的细，那个苍蝇的手对，苍蝇的手，那个手也好，手脚也好，对，就是像苍蝇的手那么小的那个肉，一块肉，这个就可以就吞就可以吃。从这个实践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根本不叫吃肉，但是你要接受这么一点点，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为了不拒绝那个密宗的食盐物，所以要接受这么一点点。然后酒呢这个无名汁沾到那个酒里面，然后就是沾到自己的嘴唇边，不是喝这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就是不犯这个密乘戒，二不犯这个那个菩萨戒，两个都不犯既不犯这个密乘戒也不犯这个菩萨戒，要这样做。回供的时候呢，也不能这个一块一块的吃如果回供的时候就给你一块肉，那你吃素的人就不要吃那么大，在那个上面呢，你就那个就刚才我们讲的苍蝇的脚一样，那么小，很小很小的就吃了，然后其他的就给他们，就还给他们就对了酒，然后就这个回供的时候就在那个手掌里面倒很多酒的话，
那就最好不要让他们倒那么多啊。如果要是倒了的话，那就是就那个沾这个指头就那个涂在这个嘴边其他的自己自行处理，不能就一块一块的吃，不能这个一口一口的喝酒，这些绝对不允许。再一个呢这个大圆满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回供的时候回供的时候虽然有肉，但是这个肉呀就是根本不是这个市场上为了吃为了肉而杀的那些动物的肉，根本不是那个肉叫做不清净的肉不清净的肉，那个肉就是不能用回供的肉。那回供的肉要什么样子可以用回供的肉呢？回供的肉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们自己那个因病也好或者是这个火灾发生火灾或者是地震或者是大雷生病呢，就是因这些原因死的那些牛也好羊也好，就那个肉叫做清净的肉，清净的肉就是这样的肉才可以做才能够做这个回供的肉现在做回供的时候不是需要清净的肉回供里面就讲这个需要清净的肉嘛。那他们认为这个清净的肉就是市场上的那个肉去买就几十斤拿回来就做回供，不是清净肉。大乘佛教里面呢也有清净和不清净的肉的分别。什么是清净肉，什么是不清净肉？凡是为了人吃而杀的那些这个肉，全部叫做不清净的肉大乘的这个显宗和密宗两个共同的这个观点，这叫做不清净的肉然后就是他这个自然就是有些自然的灾害，或者他自己这个寿命尽了以后呢，就完了以后他要死了，就是那种肉叫做清净的肉。但是那种肉也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虽然是清净肉，但是这个也不允许吃，回供如果在回供的时候需要找一个肉的话，那就是要找这种肉，这才合法这才是这个如法回供的肉也就是为了人吃肉杀的那些这个牛肉羊肉鱼肉等等，根本不能做这个回供的肉这里面讲的那个很清楚所以要做取舍。然后这里说密宗里面说杀生的人和这个杀生的这个屠宰的那个人和付钱卖肉的人，这两个是同样的这个罪过，他是同样的罪过。他这里面讲了一个这个例证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拿钱让其他人去修塔，叫几个工人让他们去修塔那我们认为这个修塔的功都是我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出的钱呢，塔是他们修的，那些工人修的，不是我亲自去修的。但是这个我让他们修的，我让他们这个钱是我的钱了，所以我有功德。我们就是这样人这样的话，那个杀生的这个罪过我们肯定有。为什么呢？杀生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亲自去杀生，就是那些屠宰工他们杀的，但是我们让他杀的呀，我们给钱让他杀的有些人会这样讲的这个我们也事前也没有告诉他，也没有让他去，也没有叫他去杀一头牦牛，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这个罪过，我们没有让他去，我们没有给他说。也许这样想，但是我们虽然这个没有正式给他讲过，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杀生，为什么杀生呢？他不是这些动物和他之间有什么仇恨，这些动物也不是做什么犯法的事，所以杀不是。为什么呢？他因为得到这个刚才我们给他的那个东西，他为了得到那个东西而杀这些生命那他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已经给他了。这样就是如果付钱让工人修塔有功德的话，那就是付钱让屠宰工杀生这个也是有这个罪过，这是佛讲的呀，密宗里面就是这样讲
这样讲的。这个就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呀，这个很有道理啊，这个非常有道理。就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虽然没有实钱，没有给他说我给你100块钱，你去给我买一个这个羊回来杀，没有这样讲。但是实际上我们给他讲了，实际上我们让他做的。他如果就没有人给他付钱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去杀生。他为什么要杀？刚才做了，他跟这个动物之间没有仇恨心，而这些动物也没有做什么就伤害他的事，他就那个没有做什么不如法的事。但是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钱杀的。那钱是我们给他的，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我们让他杀的。那就是这个付钱让其他人行善有功德的话，那就给钱让其他人杀生，这个也有罪过，是这样。现在特别厉害就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厉害呢？现在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那些那个屠宰场那些都是出口的。因为交通工具现在运输工具非常好嘛，就是就海边，就是现在抓了那些很多海里的那些东西，马上飞机就运走。这样以后呢，他这个现在比如说他现在一些屠宰场里面宰的那些鱼也好，那些他不是为了一个城市呀，不是为了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他是对谁呢？他是就是基本上都是对这个全世界很多国家里面的吃肉的那些人他就给他们提供那些肉这样呢，现在我们就是要这样考虑。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国家它这个一个国家里面就是有宰鸡的呀，宰这个鱼的呀，等等，有很多的那些屠宰场。那他们是为了谁呢？他们不是为了一个人2个人，他基本上都是就为了全世界的那些吃肉的人。这样的话，这个就说明什么呢？那世界上的很多Sonum de Tamja Zurbani Doni Pejana Barji Kirgana Jivalon Japa Chibin Zolin Doa Dojo Oma Ahom Banzangar Pamasada Oma Ahom Banzangar